大家好，我是张小笑，是一个生活美食区的茶话会型 UP 主。最近追完了《以家人之名》的我，偷偷去了一趟厦门，于是有了这一期加更。我去打卡了一些剧中的场景，并且增加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旅行经历。趁着这部剧才完结不久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跟着我来一次《以家人之名》名场面的云打卡吧。首先，我来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——海潮面馆。它位于湖里区虎尾山脚下的一个普通社区。面馆的招牌当然已经拆除了，还围上了一圈栅栏。但是这个台阶、路边的这个宣传栏，还有这个灰色的石墩儿，都熟悉到能立刻把我们拉回剧中。最眼熟的还是这个剧中的台阶。幼年的李尖尖就是在这个台阶前的空地上，用粉笔画着一家三口的时候，初次遇见了刚搬过来的小凌霄。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依然有小姑娘过来打卡，跟台阶合影。嗨，位置让给你们，多大点事儿。接下来呢，就要回家了。家的场景并不像剧中那样在面馆旁边的楼上，而是要走一段不远不近的路程，走下这个熟悉的台阶。我们在很多相似的居民楼中找到了这个正品，累得我背都湿了。看见门开着，我赶紧上去搂一眼再走。打扰了。看这绿植是不是也挺熟悉的？容我在小凌霄看漫画书的楼梯上坐会儿，在这里凌霄可以躲开打闹的父母，还可以被邻居小女孩捡回去吃饭。顺着楼梯上去就是兄妹三人看流星的天台了，天台的一面可以眺望海沧大桥。白天的话还能看到全球最大的 LNG 汽车滚装船 Sime Confucius 号，还有南来北往的飞机。另一面可以看到虎尾山上的地标海上明珠，有流星的时候，李尖尖曾在这里挥手跟已故的妈妈打招呼。居民楼前是这片熟悉的空地，陈婷就是在这里抛弃了凌霄。李尖尖曾经屡次拖着贺子秋的行李箱，快速从这个红地砖跑过，一脚蹬下楼梯。还有中学时代的李尖尖窜到凌霄身上做人形挂件的名场面，也是在这里。我试图重现这个画面，不料吓到了路人。居民楼附近有一个广场，是居民乘凉下棋的地方。李尖尖在这里可不少用热脸贴凌霄的冷屁股，还带着贺子秋为凌霄出头打架。那些石桌石凳，还有那棵巨大的榕树都还在，但是剧中重要的秋千被拆除了。还记得这儿吧？猪八戒跟王豆豆在这里带着几个调皮的小伙伴，挑衅的给3个没妈的孩子唱关于妈妈的歌。我来给你们学学他们有多气人啊！我的好妈妈，下班回到家，劳动了一天，多么辛苦呀！妈妈快坐下，妈妈快坐下，请喝一杯茶。让我亲亲你吧，让我亲亲你吧，我的好妈妈。我居然轻松获得了1枚儿童粉丝，趁人群骚动之前，我还是赶紧撤吧。接着，我们来到了3兄妹上学放学的那条路上，它的取景在华兴路上。李尖尖上高中后，3个人就总是结伴上下学。你们要叫她张婆婆。张婆婆好，张婆婆好，乖，真好。孩子们，你们都想妈妈吗？他们在这个转角处共同逃离碎嘴的街坊邻居，还在这个屋檐下躲过雨，抢过猪八戒、王豆豆的雨伞。有一回，贺子秋在放学路上若有所思，李尖尖正在跟凌霄勾肩搭背地玩着幼稚的踩脚游戏。这时他停了下来，小哥，怎么在后面？来，在阳光里对子秋伸出手牵他，就像这么多年来，每一次贺子秋对现有的温暖感到不确信的时候，李尖尖对他所做的一样。后来在李尖尖脚摔伤的时候，贺子秋把李尖尖背回来，也是在这条路。成年以后，贺子秋因为自尊心受伤，跟妈妈贺梅大吵了一架。李尖尖也是在这条路上，一路叽叽喳喳地开导着他。最后，贺子秋打了辆车，把李尖尖送走，留下了一个在这道绿门前的孤独身影。
这个小巷子眼熟吧？就在上学这条路的隔壁。兄妹三人曾经在这里见义勇为，帮助了李尖尖的新同学齐明月。不得不说，年轻人真是活力四射呀！我模仿了剧中最让我热血沸腾的几个镜头，没把我老胳膊老腿给折了。不过坏人落荒而逃的这个背影，觉得逼真，请扣1。从上学这条路出来，就能看见厦门口腔医院。凌霄陪李尖尖看完牙出来，走到这条中山公园的小路上。当时李尖尖还没有从看牙的恐惧中走出来，满脸写着不高兴，说：“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。”我做牙医了，你就不怕了？怕。这个港式小吃店也是剧中重要的场所。李尖尖兄妹三人跟齐明月放学后时常来这里写作业。我们去到这里的时候，里面的大投影仪就在放着《以家人之名》。老板娘特别的少女心和健谈，主动凑过来给我们透露剧组在这里拍戏的细节。他们当时剧组在这里只拍了1天，拍到晚上8点就结束了，就是说所有的场景就1天就拍完了，太快了。我发现青春期的少年真是喜欢做各种意淫，不敢接吻就意淫暗恋对象的吸管。你怎么喝我的呀？齐明月错喝了贺子秋的饮料，钢铁直男贺子秋满脸写着介意。齐明月只好再去给他买了一杯，走之前却凝视着贺子秋的嘴唇，想入非非。对不起，我再给你买一杯。对不起，再给你买一杯。妈呀，赶紧来看这棵树吧！跟李尖尖比，我也是个高挑的女的。看李尖尖个头才到这里，而我俩高多了。陈婷回来找凌霄的时候，李尖尖就这样蹲在这儿等他。后来李尖尖被凌霄牵起走了，而我却只能一直蹲着。这一栋莺歌楼是一栋南洋风格的小洋楼，现在是一家餐厅，主要做创意闽菜，装潢据说是上世纪下岗风格，地上铺着厦门特有的花砖。齐明月的妈妈要请成绩好的学长凌霄和贺子秋吃饭，就约在这里。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剧中他们吃饭用的包间，并在包间外的阳台上找到了他们3人在花絮中互相给对方拍照的场景。这是谭松韵当时摆的 pose， 比她小1岁的我虽然没有她显嫩，但是我有色彩。这个动作不是在摆 pose， 而是在发呆。后来发现张新成有一张和我互补的，啊，你们说素不素颜混？我们也在这儿吃了一顿，吃的啧啧称赞，无一踩雷。尤其是这个海鲜沙茶，鱿鱼和贝肉鲜脆可口，沙茶味恰到好处。来之前我是做了好吃的心理准备的，但吃过我才知道，我们预想中的那种好吃完全不及真实的好吃程度。或许是我的表情太过夸张，厨师长忍不住走过来搭讪，还送了我们一扎鲜爽的酸梅汁。在莺歌楼吃饭的时候，齐明月已经转而喜欢上凌霄了，头上别着粉色的小发夹，被自己妈妈一眼看穿，就是在这个门口被无情地薅了下来。还记得剧中3兄妹在海边的大榕树下打闹的场景吗？尖尖把自己的鞋脱下来怼在子秋脸上让他闻，子秋夺过鞋子又怼在凌霄的脸上，3个人拿着一只鞋追追打打，像小时候一样。这个场景我可是看哭了好几次，还尝试闻闻自己脱下来的鞋，想看看如果将来我也有这么一天，我的男朋友能不能承受这个味道。所以这个场景我找得很用心，而且我事先做了攻略，知道它就在海沧湾公园的某处。殊不知这居然是整个打卡过程中最难定位的一处。我们沿着长长的海岸线来来回回走了5趟，终于在中间位置找到了这棵大榕树。原来剧中的石子地板已经被修成了石阶梯，难怪我们一直在路过却没有认出它来。不过不得不说，海沧湾公园真是个很美的地方。李尖尖大学的时候就在这里写生，凌霄从新加坡打来电话要求视频，李尖尖说有同学在不方便，给拒绝了，然而只有他自己。还有尖尖妈妈忌日，子秋跟尖尖就是来到这个海边烧纸。凌霄在新加坡被陈婷耽误了，没能赶回来，尖尖喝白酒喝醉了，子秋背着他回家，就是在我们白天走了5趟的路上。
紫丘咖啡馆的拍摄地叫时光花园，坐落在云当湖畔。这是一个我们忍不住连着2天都跑来发呆的地方。1楼院子跟剧中一样，也长满了绿植，葡萄架上真有葡萄，下面有一座秋千，一推门就能听见熟悉的铃铛声。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小橙子打工的那个收银台，还有2楼那张靠窗的桌子，跟剧中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。庄北学长经常加班写案子的那个位置，现在是个柜子。我最终选择了这个1楼窗边的母子谈判桌。剧中的贺子秋和李海潮为了打听贺梅多花了些功夫，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，贺梅的美容院就在时光花园的隔壁，这家店本身也是美容院，跟剧中一模一样。贺子秋边哭边踉跄着走过石板路去拍玻璃门的那一幕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反正是看得心都碎了。在这里，鞋子呢？怎么就1只了？还好没有磨破。最后，我们还来到李尖尖的木雕工作室所在的旧物仓。这个钢架结构的长廊眼熟不？凌霄经常来这里接李尖尖下班。这里当然跟剧中的木雕工作室长得不一样了，但是这里收集着许多老物件，有老收音机、老皮箱、老花砖、老屏风、老餐具，是老厦门人的珍贵记忆。到这里，厦门之旅就要结束了。如果说以家人之名电视剧唤起了我内心的某种温情，那么这一次厦门之行帮我把这份温情巩固在了生命里。提到厦门旅游，网上总有无数的攻略，曾厝垵、鼓浪屿、怀旧的旧物仓、古早味的闽南小吃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厦门有一种不孤单的感觉。小吃店里跟你喋喋不休的帅店员，手冲咖啡店里那个热情的给你传授柠檬水配方的姐姐，还有关心你住得太远的出租车司机，以及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少活跃的街坊邻舍。他们跟你无亲无故，但就是操心你的夫妻关系，关心你的孩子，担心你没有一口热饭吃。李海潮和林和平是这样，钱婆婆也是这样。电视剧演到后面都是一辈子的老交情。我想古早味这种过去的味道，不仅仅是几十年不变的食物口味，还有那种大家互相需要的人情味儿。原本我们就是我们自己，来到世间后，我们才有了很多的东西，血脉至亲、朋友伙伴、街坊邻舍，还有种种可爱的花草、猫狗、熟悉的食物，好多年不变的房子和道路，它们一起组成了我们的生活，陪伴在我们的人生路上。宇宙中星星是独立的，但也是彼此围绕的，又热闹又温馨。我心里那股憋着劲儿也要独立的刚强，好像又软化了一点儿。我觉得除了看景点和凑热闹，这也是旅行的意义。如果你们也有同感，就给我个1键3连吧。我是张小笑，一个生活美食区的茶话会型 UP 主，每逢节气更新，看心情加更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